我姓陈，名叫慧晶，来自马来西亚。其实平时也很少用中文做技术演讲，所以今天是选择要挑战一下自己用中文演讲。如果有哪些用词不当的地方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我非常热爱 emoji， 所以我就选择用 emoji 来介绍自己。本身呢，我曾经当过全职篮球员，也无意间因为这样走上网络开发这条路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很好奇，等一下可以来跟我谈一谈。对，现在我在Nexmo 担任开发大使，也是他们开发者团队的成员之一。那 Nexmo 是通信 API 平台，但是虽然很有趣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谈通信，我们谈网络布局。对，那先来介绍一下网络布局。起初互联网嘛，根本就没有布局这个概念的。当时的网页只不过只是数行的文字嘛，可以用空白啦、断行、缩排整之类来做一些调整。但是如果你要设计出印刷界那种创意的布局，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能够在网页上设定元素的位置呢？那这应该大概是94年左右，因为那是浏览器开始支持 table 元素的时候。那 table 码呢，用意就是要让我们好好的呈现表格数据，但是 table 很快就被人黑成做布局的工具之一。那开发者也很有创意嘛，把 table 无限嵌套，为了达成理想中的布局，不择手段。那到了96年呢，就是 CSS 的到来。那 CSS 的到来也带来了 flows 这个属性。可是用 flows 来做布局也非常不简单，对吗？利用 flow 来建立了列，常常高低不均匀，然后你要对齐那行内的元素也很烦人嘛，所以时不时还要用 clear 来 clear 去都不懂在 clear 什么鬼，对吗？那因为难度也很高，久而久之就有人创建了 CSS 框架。那 CSS 也不需要用自己动手写了嘛，这样子，我们只要把 CSS 的 class 套在元素上就行了。响应式设计它也帮你搞定，所以这个做法非常受欢迎。那我们也引入了网页设计千篇一律这个现象。所以这个推嘛，在很多前端演讲出现过，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现代网页设计的现象，而6800个用户也同意，我们设计的网页究竟是向左边的那个布局，还是向右边的那个布局呢？可是这20年来嘛 ，CSS 不断地在演变，而布局的属性也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的工具箱就越来越强大而多功能。那 CSS 当初介绍了4种基本的布局模块，各有长处。快捷布局呢，就是在网页上布置盒子。我们也有内联布局，就适合文字的排版。之前也提过了，说表格的布局，这就是为了处理表格数据。然后最后我们也有绝对定位。这就是比较霸主型的布局方式，因为它根本都不会理会网页上其他的元素，你要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。那 Flexbox 是在2009年被提议的，而它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网络本质为主编写的 CSS 规范，提供了对一组项目大小和对齐的高级控制。那紧接着的1年后，微软的工程师为了配合 Metro UI 而研发，提议了 Grid 这套规范。而最早实现 Grid 的浏览器其实是 IE，Grid 呢则最适合来做2维网格布局。那为什么做2维布局？这么能够做2维布局，为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嘛，对吧？那重点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网页布局的设计思路，也改变了我们写代码的习惯。那 Rachel Andrews 是 Grid 规范的主要贡献者之一，然后他就这样子形容 Grid， 他说 Grid 是以容器为主，而其他的布局方式呢，就是以单元为主。
这个概念就用实际例子来呈现，比较容易明白。所以假设如果你想将内容分成3个列，你会怎么实现？首先我们可以试用inline block 来做，所以你把 inline block 设在单元上，然后把宽度设为容器的1/3，结果就是3个列的布局了。如果你不喜欢用 inline block， 你也可以选择用 float。代码呢就跟 inline block 非常相似，重点呢是你一定要把单元的宽度设为容器的1/3。那比较新潮的朋友呢，也可以选择用 flexbox。那要保持均匀的3列，你就得锁定单元的伸缩功能，然后把 flex basis 设成容器的1/3宽。那以上我所形容的这3个方式呢，其实根本都没有隔线存在，我们只是强迫单元对齐，所以这个隔线呢，其实完全就是假象嘛。可是用 grid 做出来的隔线确实是有行有列的，那行与列的尺寸就通过容器来定义。之后我们只需要把单元布置在隔线内，而这是前所未有的神奇功能。那要实现 grid 布局，基本上只有2个步骤。首先，你要先建立一个隔线容器，然后你就把隔线单元布置在那隔线内。那今天提到一些跟 grid 相关的语法，所以我们来说明一下吧。所以隔线呢，就是构成网格结构基础的水平线和垂直线。然后这些网格线都会有编号，我们来定，就这些编号会让我们来定每一个单元的位置。要注意的是，编号是从1开始，不是从0开始。然后隔线之间的空间呢，就叫隔线轨道。隔线单元就布置在这些轨道内。最后就隔线单元是那橙色那部分。其实容器内的子元素，默认都会是一个单元的宽度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元素的尺寸跨越过许多单元，就会变成隔线区域。其实我本身认为 grid 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隔线间距这个功能。之前想在隔线的列跟行中设间距，其实是非常烦人的一个问题。而 gap 这个属性也被扩展到flexbox， 所以如果您用的 Firefox 是63以上，你也可以在 flexbox 用 gap 这个属性。那 grid 在2017年发布的时候，其实相当成功，因为如果你看这个日历，在3月底，主流浏览器都支持 grid 的，然后我们等到10月的时候，连 Edge 跟 Samsung Internet 同时也都支持 grid 了。至今93%的互联网用户用的浏览器都已经支持 grid， 所以之前大家都很喜欢说，浏览器不支持，他们不用，这个借口已经过时了，你要改一个，对。所以在我印象中呢 ，Firefox DevTools 跟 grid 是相辅相成的，因为如果要用 grid 来做布局呢，绝对少不了DevTools 这个工具。但是除了当调试的工具以外，其实 DevTools 也是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新 CSS 属性的教材工具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些实际例子来多了解 grid。那在这里呢，就有一些例子，然后我这个浏览器是 Firefox Nightly， 对吗？然后你如果把 DevTools 打开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然后如果你的元素是用 grid 这个 display 属值，你就会看到一个 grid 的这个指标在这里。然后点上去呢，你就会把那个覆盖给开起来。然后这个覆盖呢，我们也可以说设定颜色，你不喜欢紫色可以改成其他颜色这样子。但是现在就先用紫色。所以你这个覆盖上面，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个数字。所以这个很基本的是3个列
列2个行的一个网格。所以我这个容器内呢有6个单元，然后浏览器就帮我把这6个单元就按顺序的这样排出来。其实这个很普通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grid 的那个属性。所以我要设定这3个行3个列嘛，我就是用 grid template columns 放3个值，然后 grid template rows 也放2个值。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语法，因为它非常怎么说呢？视觉性。我在这里3个值就代表有3个列，这里2个值代表2个行。对。其实 grid 比较特别的呢，就是它能让我们很轻松的把子元素的位置定好，所以这里是个围棋盘，对啊，是用纯 CSS 来做出来的围棋盘，所以它的背景呢其实是个假象。如果你要看一下它的元素呢，它背景就是用虚元素做出来，用背景做出来的。但是它真正的网格呢，是一个9行9列的网格，所以这是初学者用的围棋盘嘛，对吗？所以在这棋盘内，我有4个棋子。那我要把棋子的位置定好呢，我就会用 grid row 和 grid column 这2个属性。所以就跟我们高中数学所学的，叫什么？其实我也想不起来了。但是你就是设它的 x 跟 y 的那个值，你就可以把它定位。所以在这种布局当中，这个看得到那个线号是非常非常有用的。因为如果这个也算是比较大型的一个网格，如果你要我坐在那里算网线，真是浪费我的青春。对，所以我觉得 Firefox DevTools 有这个功能是非常有用的。所以你要马上就可以看到你要定位的数字是什么。接下来的例子呢，这个也蛮有趣的一个属性，它叫 grid template areas。所以 grid template areas 就是它让我们可以命名网格区域。那命名网格区域这个功能，就当你在做整个页面，如果你页面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子元素，然后当你要做响应式设计时，你需要调这些子元素的位置时呢，你也不想在每一个子元素的位置去做一些调整。通过 grid template areas， 你只要在副网格上的这一行做调整就行了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它的语法。所以你看在引号中，每一个引号在引号内就代表着一行，然后引号内的每一个子是代表列，所以这个是一个6个行6个列的一个网格，然后就有3个 emoji 在当中，所以你要看一下元素是长得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我要这个寿司的区域，怎么说缩小，我只要在这里做一些小调整就行了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你的网格区域你的网格区域就可以这样子调整。就你如果说你整个页面中有整20、30个子元素，你也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调，你在每一个宽度，在你副网格上的 grid template areas 做调整就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，而且利用 Firefox 的 DevTools 可以让你看到你网格的名字，它的区域。那接下来一个比较新的跟 grid 有关的一个功能吧，我们就是你可以动画你的 grid 轨道。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做法的时候，我原本是以为子元素会跨越每一个 grid 轨道，但是其实
其实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我们用这个 Grid Inspector 来检查，你就会看到，其实棋盘又是假象，因为棋盘也是用 CSS 背景做出来的，而且实际上其实虽然说看起来是3个行3个列，其实只有2个行2个列，而且那个单元呢，其实就是把子元素，就是把这个棋子放在第1个元素内放在设在第1个单元内，然后把单元的尺寸拿来当动画。其实如果没有 DevTools 这个覆盖，让我看到这个实现方法，其实我也很难想象到底要怎么动画Grid 的轨道。所以这也是 DevTools 的好处之一。然后我们就Grid 的基本介绍就做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谈一下 CSS 规范的等级。所以我不懂大家是否熟不熟等级嘛？但是长话短说 ，CSS 规范原本是非常冗长的一个文件，直到2000年，工作组决定把整个规范分成模块，所以让这些编辑更方便的测试、指定跟维护这些规范。所以分隔后的规范被称为 CSS3，但是接下来我们不会再有 CSS4、CSS5 这个概念，因为现在的每一个 CSS 功能都有自己的规范。如果有哪些细节比较棘手，或者需要更深入的研讨时，工作组呢就会把它推迟到模块的下一个等级。例如，现在 Writing Mode 就是拿来当做竖排的这个 CSS 属性已经到了已经有4个等级了，而且不同的规范就有不同的等级这样子。那 Subgrid 呢，就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，但是实现细节相当复杂，所以工作组就把它推迟到 Level 2，而且Firefox 只有在70，就是刚发布的70开始支持它。那 Grid 模块 Level 2的规范，它包含了 Subgrid， 就是我们即将讨论的 Subgrid， 还有这叫什么？就是长宽比的格线间距，我们就不谈了。对，今天只谈 Subgrid。那 Subgrid 其实有很多实际用例，所以假如说你想实现图案中这种卡式的布局，对吗？卡中的内容，它的长短又不均匀这样子，那么卡中它的页眉跟页角就很难对齐。之前没有 Subgrid 的时候，它就会高低不均匀，但是有了 Subgrid 过后，嵌套网格将使用负极网格元素中的轨道来定义它的排列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轻松的让它的页眉跟页角都对齐。那这卡内的内容就会跟着负网格的轨道对齐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是在设计说网格表格，那网格表格都会有输入都会有标签。如果你要用这种内联的布局的话，其实要把它的标签跨行对齐，其实是蛮富有挑战的一种布局。但是有了 Subgrid， 也可以比较轻松的来解决这个难题。那 Subgrid 就是基本上它是会让嵌套格线对齐副格线的轨道，所以这是它的语法，看起来虽然很复杂，我们就用一些实际例子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用。所以跟之前一样，这些也是一些实际例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DevTools 来去检查它。所以当我用 Subgrid 的时候，你就看到 Inspector 会出现 Subgrid 的这个标签。那 Firefox DevTools 的好处就是，它可以让你有多重在同一时间显示不同的覆盖。所以现在2个覆盖颜色一样很难看，所以我们改一下。
一个橙色，一个紫色比较容易看到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话，我们先看来，其实这两个粒子是相连的。所以如果你看到它的属性值 ，subgrid 呢 ，subgrid 这个属性值是用在 grid template columns 上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影响尺寸的属性值。如果你要用 subgrid， 你最要记得的是 display 属性值永远都是 grid。subgrid 这个值只用在 template columns 或者 template rows， 因为要再次强调，它是拿来控制尺寸。那如果你在单维，就是如果好像这个例子嘛，我只把 subgrid 设在 column 上，你看到的话，我的这个子网格吧，我们就叫它子网格呢，就会跟着它副网格的行的尺寸。可是它列的尺寸呢，你可以自己设，对，它就不会跟到它副网格的列。那如果我把这个 subgrid 放在 rows 上面的话呢，就把它关掉。放在 row 上面的话，它就会跟着它的副网格的这个行的尺寸，那它列的尺寸它就不跟了。所以 subgrid 是可以用在单一，或者也可以用在二维，对，然后 grid 也有 grid 跟 subgrid 的间距，也是有点特别的，比较特别的什么的，所以如果开起来，你就会看得到，subgrid 会续成副网格的间距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覆盖掉。怎么说呢？所以你看一下，这副格的 gap 是 EM 的这个值，我可以在 subgrid 上设一个2M 的 gap 值。所以如果你看一下，这个深绿色是子元素，浅绿色可以算是孙元素。那孙元素的尺寸就比子元素的来的小一点，因为这个 gap 的尺寸影响了这个孙元素的宽度。所以，当你虽然说孙元素跟最外面的网格对齐了，但是它的尺寸还是有点偏差，因为它被这个间距的宽度给影响到了。那当你的网格是有 margin、padding 或 border 的时候，最要注意的是，在边界的元素边界元素的尺寸会受影响。我先把这关掉。所以这个 subgrid 就嵌套的比较深，嵌套了3层，所以我有 grid subgrid， 然后里面又多了1层。所以当我把这个覆盖开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到，在边界的这个2号，它的尺寸非常小，因为它的副网格跟它的在更外面的一层的副网格的 margin、padding 跟 border 都累积出来了，所以虽然说它的轨道是对齐的，但是它的尺寸非常小。可是你注意到这个第3个这个子元素是根本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只会在边界时才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当你嵌套着很多层的网格时，这个是要注意的一点。然后最后一个 subgrid 的feature 就是说，它的尺寸呢，就一定要跟着那个副网格的尺寸。怎么说呢？如果说一个 subgrid 我们开起来，那如果这个 subgrid 是它的尺寸呢是2个行2个列，对吗？所以它的尺寸这里它是2个行2个列，所以它当中的子元素的尺寸不可能超过2个列，所以在这里我把它设成3列时，浏览器会自动把它给就
最多也给它分配了两个列的宽度，所以如果我换成3或者是5以上都没差。然后如果说你的 sub grid 是你的 grid 的然后下一个这个例子你会看到，这个上面的尺寸呢是三个列2个行，然后它当中有就刚刚好可以容得下6个子元素。那如果我把这个上面的尺寸给改掉，我把它改成2个行2个列，那多出来的元素呢，最叠在最后一个轨道上，所以C、E 跟 F 都叠在同一个单元内，所以这个是如果你要利用 subgrid 的一些要注意的特点。所以我们来谈，如果说要做实际例子的话呢，刚才已经谈过了，说如果你当网格标签要对齐的话，就可以用 subgrid 来做。先把这带掉。所以一个网格嘛，网格内的输入跟标签都会放在 list 里面，所以它们就算是孙元素了吧。所以你先把整个网格的叫什么？网格做成 list， 然后 list 里面放标签跟输入，你就可以放标签，利用 subgrid 跟它对齐起来，对。那另外一个用法呢是，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好像 sidebar 这样子的一个布局。如果你要你的 sidebar 的尺寸是从你的 grid 的上面到下面这么大，你可以利用subgrid 来把与其的这子元素排成格，然后它这个 grid 就只是单单的一个行，所以无论你在这个再加多少个元素，你的这个 sidebar 永远都会从的那个什么，它的高度永远都是你整个 grid 的高度。然后最后的就是，如果你有卡式的布局，然后你要卡式布局内的内容夸子元素对齐的话，也可以用 subgrid 来做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看它的线，我的这个网页Twitter 跟 GitHub 这三个元素都可以对齐起来，这些都是用 subgrid 来做出来的。所以其实 subgrid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，但是浏览器支持度其实看起来其实还不是很好啦，这里是0.02%，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去尝试用它，多用多讨论，这样才可以引起其他浏览器供应商的注意，然后让他们把subgrid功能放在优先级列表上。那我们今天所有呈现的幻灯片都会分享给大家，有兴趣开始接触 grid 跟 subgrid 的朋友们可以参考这些链接。那我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下载 Firefox， 尤其是Nightly 的版本，尝试一下那些最酷最炫的新功能。而且最近 Firefox Nightly 之前只有英文版，但是最近他们也开始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，所以如果你要用Nightly版，你要用繁体中文版，也已经有了，这是最近才发布的新功能吧，算是。所以我真的
强烈推荐大家下载Firefox 那里来试一试。好，就到此，就说到这里了，真的谢谢大家。